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招聘，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啊！今天呢是最后一次会碰这辆 Focus ST 500哥的500牛顿米。如果你们有看我的频道以来的话，我是在大概1-2年前就试驾这一辆车。这辆车呢大概260 horsepower on wheel， 然后500个 dog。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一个内饰，经常也是有拿来加啦。如果你们看我的 IG story 的话，下午2点钟之后呀，这辆车已经不再是500哥的车啦，已经是把它卖掉了。好可惜哦，这辆车500哥也驾了5年，然后也精心改了很多东西在上面，我觉得是很可惜在这一点啊，因为他改了很多好亮的。他今天早上就有上班，没有空拿这辆车去 Busbar.com 验车，所以他就让我帮忙他拿去验车。那验车的话，我也是第一次准备这些文件，我也真的是没有拿车去验过啦，所以我不知道那个程序大概是怎样。他是跟我说直接把车驾到去 officer 那边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应该是很简单吧，希望是如此的简单啊。打算我第一次认识500哥的话呢，是在应该是有2年了吧。他之前是 text 我说，我在你的家附近的你要不要试驾我的车？我这是 Focus ST， 然后都什么数据、什么照片先给我看，然后当时我就哇，原来这个人就这么靠近我而已啊，我连走路都可以到他家嘞，那我就认识了他，偶尔会去他家坐喝茶，然后就是还会拿他的车驾一下这样子，我们还尝试过交换车啊。他叫我的车回甘榜啊，我驾他的车几天啊这样子，所以我对这辆车有一个小感情啦，因为经常碰它，所以已经是蛮熟悉这辆车的驾驶方式还有操控了的。相信一句话啦，每一辆车，不同的车有不同的操控，有不同的性格。就算你的车是同一个款的话，都有一点稍微的不同的哦。这500牛顿米在2000转已经是来完了，所以真的是我会想念你的。一定很多人会说，哎呀，500哥把这辆车卖掉是很可惜，很可惜。为什么不要把它留着，然后去买别一辆车来驾？那我个人认为是真的是可惜，没有错。但是有时候换另外一个角度想的话，有时候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想要再玩那个车玩得这么凶哈。然后毕竟的话，他只需要一辆车来驾。太多车他应该也兼顾不了所以他就宁愿把这辆车卖掉，得到了钱去买另外一辆车。然后加上他是因为手动挡的关系，他的女朋友就驾不了他的车，所以就每一次他的车摆在家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想要移车现在讲真的，很多人不会驾手排的，包括他的物友那些女朋友都不会驾手动挡，所以就很可惜就他的车就停在那边就移不了了所以呢，有时候经过岁月的磨合，可能500哥想要结婚生孩子以后要更大的空间的车所以想要卖掉这辆车去买另外一辆车。但是500哥下一辆车会是什么车呢？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分析一下，因为说真的啦，他已经驾了这辆车500个 dog 嘞 bro，500个 dog， 而且动力随传随到的来，你说他还会想换什么车？不可能 Toyota Camry 嘛，我也觉得不可能 Mazda 6嘛，是不是？那你觉得会是什么车呢？虽然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欢迎留言在下面一下。我会想念这辆车第一转的时候，而且这辆车不是说容易驾的那一种，我觉得还行啦，58%你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才能驾驭到这个换挡的感觉，还有它的这个操控。你看，其实它过弯没有 LSD 啦，就是蛮稳的，比我想象中还稳这样子。Busbar.com 距离我这边其实不远才10多分钟来，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状况，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拍摄。反正程序上就是今天先去到那边去验车，大概应该人家说1个半个小时左右吧，因为已经预约了时间。等到验车之后呢，银行呢才会出钱，才能去 JPJ 那边去 scan 手指纹，然后把那个名字割掉，大概是这样子吧。这个由于更多详情的话，我要等一下问他，因为以前搞这些东西都是有 runner 在搞的嘛，我们都是请人家来搞的嘛。
太爽了吧 ，bro！ 500个刀嘞，就是一些文件、车卡，还有那个 appointment 时间，去问一下他。Selamat pagi, kanan sekali itu pondok. Belakang. OK。我真的是一脸懵逼的，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发控所谓的验车啊。他叫我去感恩，第一次来验车很兴奋一下，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来过，所以我现在是要等什么？要下车吗？所谓的车卡 Focus ST 2000cc Kereta Import Baru 2013年的车，在5年前的时候呢，500个买了这个车的价钱好像是110千左右。5年后的今天，它卖出去的成交价格是85千，蛮有价钱一下。我在想，如果比起 GTI 2012年那一款 SE 版本，价钱都没有这么好，我觉得 Focus ST 的这个保值力真的不错。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呢，拥有的人都比较少，会找这辆车的话比较欣赏这样子，因为 GTI 太泛滥了，太多人有了。2000 years later， 等了这么久啊，终于搞到这个 B7 出来了。所以这个 B7 的话呢，就是比较关键在于它的转名啊，还是怎么样的时候比较重要的啦。他刚吓到我了，你知道吗？他跟我讲技术问题，所以啊，我们要等久一点。其实这个验车的话，什么情况之下要验车呢？比如说你的车换了车牌啊，换了 engine number 啊，或者是做了一些改装啊。怎么样都是要经过验车的啦，要不然你是革不到名的，你知道吗？基本上呢，整个验车过程是真的西北快哦。我把车架过去给他了之后，他就叫我在前面等，然后我就看他打开 engine 盖啊，去 check 一下 engine number 啊，引擎的号码、chassis number 那些对准了，然后我就听他踩油。他基本上就是要知道你的引擎顺不顺，有没有正常的工作，所有的灯是不是有亮着的 signal 灯啊、车头灯啊，你的 meter 啊、你的仪表啊，是不是有在正常工作的。再来呢，我就看它上到好像类似这样马力机这样的，我是看他们是说有测试它的这个动力之外，还有测试它的那个刹车性能好不好啦，前轮跟后轮都有。我就那时候我觉得有点懵逼，所以这个过程我拍不到给你们看，因为那边是不能照相、不能摄影那些的，大概描述给你们知道啦。后来呢，他就把车开到一个地上有洞的这样子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他就人呢就钻下去。下面就看你的这个那个底盘啊有没有任何的缺陷啊、穿洞啊。他是最怕那种车是拿来砍过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车头跟车尾不一样的，中间有裂痕还是什么什么，就是那种 LEGO 车啊，你知道吗？就是车头跟车尾然后焊接起来，还要找到是不是这样的车咯？底盘有没有生锈啊？车身不好啊？什么这样子的？再来测试它的避震器啊，是不是有正常的工作？我看他在摇那个车，这样子就 OK 了的哦。然后好了之后呢，我就把车搬出去外面，然后他就叫我等这个 B7， 他就叫我等 B7。现在我就把500个车驾回家，然后500个刚刚 call 我说，哎，好了啊，这样子走了，我们去吃饭咯，你过来载我啦。叫我的车过来载我，因为下午2点钟之后啊，新的一任车主啊，就是会来提车啦。俗语说得好啊，一场游戏一场梦，人生如梦，人生如戏。经过这段期间下来的话，我相信500个拥有这辆车应该都蛮开心的。有伤心的，有开心的。伤心的就是车有时候会有闹一点小小的脾气，开心的就是给他带来的快乐，他的这个快感真的是动力也随传随到的，喜怒哀乐，这样子也是陪伴他度过了一些岁月啦。所以这时候要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好好照顾了。希望下一位车主好好的对待这辆车。至于我们500个下一台换什么车呢？你们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期的影片会再跟大家说。这一期的乱拍就到此结束，给你们看一下整个验车的过程，然后再把这个车的最后的回忆给留下来。那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